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跟母亲，心里根本就不注意我的感受。我只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一个持家的媳妇，能照顾好家庭，顾全大局。我有什么错？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对未来的要求，使我感觉自己一直被束缚。这样的生活让我感觉真的太压抑了。我需要找到一个感情和生活的平衡。丈夫需要妻子能够全心全意地为家里服务。妻子说：“我希望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平衡来。”这个后面有怎样的故事？他们最大的困惑又在哪儿？矛盾的冲突点是什么？老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大海45岁，来自安徽广告公司；女嘉宾小王30岁，来自安徽婚礼主持。来，有请两位，有请啊！欢迎两位啊！我刚才在你们上场之前，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说有请这对夫妻，是夫妻吗？现在不是。我的习惯思维就来自于说，哎呦，先生45了，女士30岁，那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我们现在是谈恋爱吧，男女朋友的关系是吧？我们是打算想结婚哦，然后就谈到结婚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啊。说说吧，什么问题？我是一个离过异的，然后有个小孩，男孩女孩？男孩。多大？5岁多吧。哦。然后跟他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啊，他正好当那个主持，我在帮我的一个小兄弟啊张罗他的婚事，然后我们俩接触的比较多，他呢心也比较细，人也怪热情的，慢慢的我觉得，我们两个谈得来的东西也挺多，他跑前跑后的，然后帮我出一些主意，我们这个小兄弟婚礼办得挺顺利，当时我觉得这个人虽然说年龄大一点，然后还离异了，带个孩子，但是我觉得他办事能力还是可以的，感觉也挺有男人味的，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父母亲就在外面打工，等于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在家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在父母的爱这一块有一点缺失。所以当时虽然说感觉他年龄是有点大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在他身上有一种爸爸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一直想找的那种东西，在他身上有。所以虽然当时可能感觉他确实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就没往心里面怎么在意。我已经30岁了，家里面也催得比较紧，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然后谈到结婚了，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他这个人大男子主义的太明显太重了，就一讲到结婚，他马上就说那结婚可以，就是说结过婚之后你的工作就不能再做，必须就在家里边。我也没有讲到工作不做，我是说，就是我们现在许多情况，家里就许多情况。第一个就是我小孩小，然后呢，他的工作呢也不是很稳定，他是一个婚礼主持，然后呢。就是逢年过节要主持，平时呢也没活。没有，我觉得我工作挺好的。然后呢，我的意思呢，我就讲叫他呢，把所有的精力啊放到家里面。其实问题是他的大男子主义太重了。这个事情我跟他也沟通过，当时也跟他沟通过。他的大男子主义太重了，他要求女人就是安安稳稳在家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是啊。平时对我社交也管。男主内，男主外，女主内，不都这么回事吗？对，我接着往下他每次都是这样，都不让我说话。我特别想听你后面那个，因为你只说了一个词儿，就是对你在外面的活动他也管，是吧？对，因为我干这个婚礼主持。经常性就是说在舞台上比较多，接触的人比较多，跟婚庆公司的老板接触的比较多，然后他就不满意，有时候觉得我穿衣服穿的也不行，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他要求你的，你就要尊重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我跟你提过这个事，你也答应过我。在家里面什么都要听他的，他说什么就什么，就是这样子一个人。要结婚对吧？想结婚。想结婚对吧？对。那肯定这是一个商量，就是谁主内谁主外，未来的家庭角色的分配，对吧？对孩子有考虑吗？你婚后还要自己的孩子吗？你我已经30岁了啊！我既然提到了结婚，那结过婚肯定是想要自己的孩子。他的意见呢？
我也答应啊，我想他这个事情缓缓2年，一直就是缓，因为我们现在小孩也在小嘛。我就感觉他现在不是在找对象结婚，他就是在找个保姆去套他们家照顾他妈妈，你这个话怎么说照顾他们家小孩。哎，你这个话怎么说？我跟他一提到说我们结过婚生孩子的计划，他总是会说等2年，等几年。我没有讲等几年，我讲缓一缓。现在我这个小孩有点小，是吧？我们都照顾不过来。然后呢，过个2年以后。可能小孩上学了，可能我们就好带一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年龄？我已经30岁了，我不是20岁的小姑娘。哎，你现在也不是很大呀。你看有的人他岁数大了不照生小孩嘛，对不对？他总是给他自己找借口，总是这样子。而且对我管控的特别严。我跟婚庆公司老板打个电话，时间长了，他就会说有什么事要打这么长的时间电话。跟朋友出去吃个饭晚了一点，也要说什么朋友老是出去吃饭，老是这样子那样子。那一次我跟闺蜜出去约会逛个街，他居然在后面跟踪。哪一次啊？我跟踪了吗？我什么时候跟踪你的？真的没有吗？你自己想一下，没有吗？我闺蜜都看到你了。我那天就是前几天我们那边出了一个什么事了？有一个夜跑的，被人家歹徒伤害了啊！我比较担心。我跟朋友一起，又不是我一个人，至于吗？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给自己找借口，你就是不信任我。我觉得，你不是我当时为了你的安全。我跟朋友一起有什么安全问题？哎，你跟朋友一起，你跟我打个招呼走啊！你连个招呼都不打，然后我看你哎怎么下楼了？我不知道你干什么。那也是不是每次干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过问我的感受？那为什么我出去我要告诉你？你出去？那你跟我说我们结过婚。让你母亲过来一起住什么的，你都跟你妈妈说好了，你有没有提前跟我商量一下？我跟你商量了，我不到现在没接回来住吗？还有，他这个人他自己经济能力不行，讲白一点就是说他挣不了多少钱，然后每天跟外面那些朋友在一起吃饭、唱歌、打牌，就是这些事情。我挣不了钱，然后我到现在我还在养家嘛。我跟朋友吃饭，我们聊你觉得你挣的那点钱能养家吗？我怎么养人家家了？你现在那你孩子上次去上英语辅导班，那个费用是谁给你交的？是你自己交的吗？那费用是救急嘛。一说到上班，你又不让我上班，然后你孩子交学费了呢？还是我拿的钱？如果我不上班，你告诉我这个钱谁给你拿？你那个上班你稳定吗？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的问题好不好？几十岁的人了。我一直在外面忙，我也想为家多付出一些。你就是自命清高，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千里马，碰不到伯乐，是不是？你挣的钱在哪里？你告诉我。说话小心点，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你看他每次在家里面就是这样说话。我来问几个问题可以吗？你问。结婚之后，你母亲要跟你们一起住，是还是不是？是啊。得一起住是吧？对，这必须了。结婚之后是希望妻子做全职太太呢，还是希望妻子换一份工作，工作着做一个半职的妈妈？对我的本意不是想当然就是全职太太啊就说你想的呀，我希望她能做一个半职的，她既然呢她又能呢这个满足一下自己还是做老本行吗？老本行暂时其实我考虑到她可以换一份工作啊。那换工作的话，基本换什么工作你觉得比较合适呢？我觉得换一个在商场做的导购啊，他们时间能调得开啊。他很霸道，是不是在家里？对，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说，他说什么我听什么就唯唯诺诺的那种。我不是跟你好多事情不是也是跟你商量吗？没有，他在这里说是商量，他在家里不是这样子。不，我基本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东西来看，你不用说了。你怕他吗？其实是有点怕。你怕他什么？他这个人脾气上来了，他不管，知道吧？他不管，比如说有些人脾气上来不管是摔东西，有些人脾气上来是咆哮，有些人脾气上来是动手，他是哪一种？他摔东西是很经常啊，动手说实在话没有把我打得很严重，但是会推我。推搡。对，会推搡，这个是有的。啊。然后他有时候也不管孩子在不在，其实说那个孩子还是你的孩子，还不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你有时候当着孩子的面，你要考虑一下孩子这么小，是不是心里会有影响？他脾气上来，他不顾这个，当着孩子的面也会推我、搡我，就这样子。那你今天来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跟他谈清楚，还是说想分手又害怕？其实我也挺迷茫的。
我其实是很想找个人结婚，我这个年龄了。但是我觉得他的脾气，他很多东西我也可能确实受不了。这方面我们都沟通过。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性格上面有问题。明白了，事儿大概听明白了，双方在生活里的状态，我想几个细节也应该都看到了。下面你们听听老师的分析和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阿木老师。我觉得你们之间有共同的地方，有不共同的地方。你们共同拥有的呢是一个目的性，不拥有的是情感，而恰恰你们以为你们之间是有感情，其实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你们两个人的目的性都非常强。这位女士，您是想找个人结婚，您是要找一个妻子，你的目的性是在于这个妻子能够在家里照顾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儿子。我个人觉得这种想法非常正常，而且我也支持，但是必须要获得女士的认同。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位女士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其实你30岁的年龄，你还没有过婚姻，你的内心的对于情感的需求这么的旺盛，遮住了你双眼。你今天一定要看得清楚，就这个人适不适合你。如果有比如说你要答应他了，那我建议你不要做任何的反抗，走进他的家庭。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想这个样子的话，你今天要给自己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交代，否则以后对于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痛苦。这就是我想对你们俩说的，谢谢。好，谢谢。30岁的人，按道理来讲，其实找到一个心动的人不容易，所以曾经的喜欢或者曾经的好，一定也是刻骨铭心。你们俩的相识肯定有感动那一刻，有彼此惺惺相惜那一刻，但是那并不足以支撑走向未来的一个必须，它只是一个交叉点而已，一个相识点而已。那如果没有那个，还有什么？请女士多想一点。那我来说一下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先生，以我目测，您不像。那个人才能真正的能够帮助你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母亲。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对一个女人真的好，而不是去要求，去想当然按照你的想法。好多事情都是跟他商量，好吧？好，谢谢叶老师。来，涂老师，你说让他说话小心一点。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长时期的生活，做事说话都是小心翼翼，这两人不像是在生活，像在做贼。没有啊，我们也有开心的时候啊。
你们开不开心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样的一公众场合，你对自己心爱的人说你说话小心一点，这话像是一个爱人说的吗？我不愿意揪你的错啊，你可以说你是今天偶尔这样，我也愿意承认。我只是说这个道理，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生活要小心翼翼，那过什么日子啊？生怕触碰到对方吗？是大战之前的一触即发吗？那还过什么日子呢？他说你聪明，我觉得一点都不聪明。你明明知道他是个要面子的人，你继续戳他面子干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男人，你再往前戳一点就要破了，就要撕破脸了，但是你依然一往无前的再往前冲。他什么地方要面子，什么地方最软弱，你就戳哪个地方。比如说你又挣不了几个钱，你在外面跟朋友一起，对家庭都没有责任，明明知道他死要面子，你还要戳。如果你跟这个男人是这样在一起生活，你总有一天要把他点毛了。你这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吗？坦率的来说，你明明很清楚，如果再这样相处下去，你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你也明明知道，你们一旦要是结了婚，你不上班，生活难以维持。你也很明明知道，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们继续这样婚姻下去的话，你将要妥协很多你不愿意妥协的东西，就包括你在场上受到的委屈。那你愿意为了这些现实情况妥协自己吗？如果你妥协，拜托你认自己的命。谁让你找了一个这样的男人？45岁，从年龄上来说你长过我甚至应该叫你一声大哥。咱能不能面对现实？第一，这个女人并不那么自愿的想要接受你安排的角色。第二，我们自己的收入并不能够完全支持这个家庭的生活，我们需要一个女人的帮助，跟我一起平等的支撑这个家的女主人。我想和你纠正一个概念，男主外女主内和强势的大男子主义，它不是划等号的。我倒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倒恰恰是男人有的时候要多担一些责任和包容，不是拿这个词来去对别人要挟和管制，请你界清这两个概念。你就不理解中国人所说的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最核心的家庭观是什么？您那个不叫男主外女主内，您那个叫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女人在家里做保姆和钟点工。没有花天酒地啊，没花天酒地。您是在外面奔事业，他在家里做保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男人是需要女人在背后扶持的。如果你真觉得你聪明，你不应该羞辱他，你应该带着他往生活往前走。还是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勇气去面对？没有勇气跟他说清楚，我得走。有勇气，就两个人共同去面对生活。我特别希望啊，在今天的我们这个舞台上，你们各自去冷静，因为这个舞台不是一个生活的结果嘛，它是一个舞台的结果，瞬间的结果。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今天回到生活里的时候，把双方真实要的心平气和的谈一次，决定我建议你们回家之后再去做，而不是在这个舞台。年岁都不小了，对吧？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三位老师说的话，包括主持人说的话，我能听进去。我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更努力的。至于你提的一些要求，我们会商量的，我也会考虑的。希望您能考虑。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载使用天天轩，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来看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别气馁，在这个舞台上，你所看到的只是在这段时间和空间内你们的决定。现实生活里，如果人愿意跟你在一起，或者愿意跟你谈，你可以再谈。如果他说我就此真的就决定了离开了，我希望你能跟他大大方方的说再见并祝好，可以吗？可以，谢谢你。